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婆婆竟然要求我必须生下孙子才能领证，男友不但不站在我这边，还觉得他妈妈言之有理。于是我决定让他们看看我的决心，转身就打掉了孩子，精心打包后送到了婆家。婆婆一打开盒子，就发出了刺耳的惊叫，盒子从她手中滑落，砰然坠地。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站在一旁，冷眼旁观着这场闹剧。你怎么能这么狠心？是你害死了我的宝贝孙子！婆婆的手颤抖着指向我，声音中满是悲痛与愤怒。我却只是冷笑，这一切难道不是你们自找的吗？男友也看到了那盒子里的一切，他露出沉痛的神情，仿佛对我深感失望。小小，我没想到你会这么狠心，你这样做对得起我吗？既然事已至此，你赔我家50万精神损失费，否则这事没完。我忍不住笑出声来，我的真心竟然为了狗。事情为何会发展到这一步？他心里应该最清楚，现在还敢向我要精神损失费？你这个骗子，别以为你干的那些事我不知道，大不了我们鱼死网破。我狠狠地瞪着在场的每一个人，男友的脸色明显一变，有些慌乱。你胡说什么？你简直就是个疯女人！你要是没疯，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我一直在妈面前为你说好话，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男友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周围的人开始对我评头论足，指指点点。这种女人真是太残忍了，做事太过分了。幸好还没娶回家，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人们都说虎毒不食子，可你怎么就这么狠心呢？外表看着挺温柔，内心却如此冷酷。婆婆坐在地上，放声大哭大闹，口口声声喊着她的宝贝孙子没了，还说要报警，要严惩我这个所谓的杀人凶手。哼，真是可笑！难道我还会怕他不成？他要是真敢报警，我倒要看看最后进局子的是谁，是他的宝贝儿子，还是我？我奉陪到底，看谁怕谁！这件事在当地闹得沸沸扬扬，连新闻都报道了，有些小报道甚至没给我打码，就直接把我的照片登了出来，因此我的工作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老板给我发来通知，这事可能不怪你，但现在舆论压力太大，你先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吧，工作的事不用担心。一时间，我这个明明是受害者的人，却被无良媒体和会演戏的婆家描绘成了一个为了高额彩礼而打掉孩子的疯女人。可事情的真相根本不是他们所说的那样。我和男友是通过相亲认识的，他比我大整整13岁。人们都说年龄大的男人更懂得疼人，但事实上，我发现我这个所谓会疼人的男友身上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他有个前妻，这是他之前告诉我的。他说他们离婚是因为前妻出轨，他作为一个老实人，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我曾经像个傻子一样，深深地同情他，直到那一天，我意外地遇到了他的前妻。你就是栋梁的女朋友？他看起来非常疲惫，坐在轮椅上，说话都显得有气无力。我点点头，告诉他，马上就是前女友了。我大致和他讲述了最近发生的一切，他听后似乎松了一口气，放下了心中的戒备。最近的新闻我也看了，事情的真相并不是媒体所描述的那样。这是自事情发生以来第一个如此信任我的人。他递给我一叠厚厚的信纸，低声告诉我，我所探求的答案都记录在其中。夜幕降临，我刚踏入家门，昏暗的客厅中，
一个身影静静地坐着。你今天去了哪里？男友的声音冷冽而低沉。我并未回应他，径直向卧室走去。此刻，我无意与他多说一句，心中已定，再过2日，我便会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地方。他迅速起身，拽住我的手臂，声音稍微柔和了些。小小，我是爱你的。我妈那边确实给你太大压力了，但你的做法也太极端了。她还不知道，我更极端的手段还没用上呢。小小，我们还年轻，孩子还可以有。你去跟我妈道个歉，再给她一些钱，我们都会原谅你的。她试图劝我，给多少？我冷冷地问。不多，我今天已经和他商量过了，50万。他轻描淡写地说道。我双眼瞪大，难以置信地看着他。好啊，等你妈死了，我给她烧1个亿，如果不够的话，你也去死。我给你们多烧几个亿，我愤怒地回击。男友的脸色骤然一变，他抬手向我挥来，一巴掌重重地落在我的脸上。我顿时眼冒金星，但没关系，我们并未结婚，这属于故意伤害罪。而且他不知道的是，家里早已安装了针孔摄像头，实时画面正传送到我妈家。他面露狰狞，终于撕下了伪装。你这个贱人，给你点颜色，你真把自己当回事了。离开了我，你看看哪个男人会要你这个肚子里死过孩子的贱人？他再次扬起手，还想动手。我手握证据，自然不会任由他欺凌。你打吧，打死我算了，我们没结婚，你打我就属于故意伤害罪。我看看最后进监狱的人会单身一辈子的是谁。我冷笑一声，故意把脸伸到他面前，挑衅地偏着头，示意他继续动手。在我的言语刺激下，他显然开始有所顾忌，不甘心地放下了手。好，很好，小小，你会后悔的，到时候你跪下来求我都没用。他愤怒地别过头去。那你就等着瞧，看看最后谁会后悔。我毫不示弱地回敬。男友气冲冲地回到书房，我隔着门都能听到他在里面怒吼。紧接着他接了一个电话，便匆匆离开了家。他前脚刚走，我立刻走进他的书房。平时张栋梁从不让我进他的书房，总是借口说里面有许多工作的秘密文件。作为同样在职场上打拼的人，我当时很理解他。然而根据纸袋里的提示，我在书房里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那个被提到的箱子，输入男友的生日作为密码，箱子应声而开。尽管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看到箱子里的东西，我还是忍不住冲进厕所一阵干呕。苏小小女士，有人报警称你故意杀害了他的孙子，请你跟我们走一趟。警察上门时，我早有预料，十分镇定。我拿上早已准备好的东西，便跟随警察一同离开了小区。一路上，我都能听到那些看热闹的人对我指指点点，窃窃私语。看啊，那个心狠的女人居然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长得还不错，就是心肠太狠毒了，真是要不得。以前都说漂亮的女人不能要，现在看来长得一般的女人也要不得了。我故意朝那些猥琐的吃瓜群众瞪了一眼，恶狠狠地别过头去。他们被我吓得立刻闭上了嘴，还连连后退了好几步，仿佛我真是十恶不赦的杀人大魔头一般。到了警察局，果然就见到我那该死的婆婆一下子扑到我面前，脸痛苦地捶打自己的胸口。我的命好苦啊，我的大孙子爱你个杀人凶手，你怎么不去死？警察拉着他，生怕他太过激动。我上前2步，直接一把将他推倒在地。你那么喜欢你孙子，应该由你这个老不死的下去陪他，
不然怎么才能体现出你多稀罕那个孩子？可能事发突然，谁也没拦住。婆婆结实地摔在地上，她愣住了，可能是没想到我在警察局也丝毫不带怕的。你，我完全不怂。你个屁啊你！要不是你做事太绝，我至于走到这一步？那个孩子是你亲手逼死的，你放心，到时候他会去找你，好好和你聊聊人生。恰好这时灯光闪了闪，吓得婆婆也不敢和我互对，只能在旁边哀嚎。警察给我做了一些调查，没一会儿，当着我婆婆的面让我可以回去了。婆婆直接瞪大眼：“警察同志，你这是怎么回事？明明他杀了我大孙子，你怎么不把他抓起来，让他坐牢，把他枪毙？”警察摇摇头，解释了生育权在我想怎么处理肚子里的孩子，那都是我的事，不构成违法。婆婆直呼不信，在警局里撒泼打滚，就是要警察把我抓起来。我冷眼旁观，等她在地上滚了一圈灰，头发都散乱的时候，我大声告诉警察，我要告我婆家，我男友就是个彻底的大骗子，他就是骗婚。婆婆一脸不相信，不可能，你别以为在这乱说话，警察就会信你。我瞥了他一眼，是不是真的？警察自然会去调查。你以为我是你？杀人这种事张嘴就来。警察来询问我相关的事情，我将那些早已准备好的线索全部拿了出来。婆婆见形势不对，想要溜走，却被眼尖的警察拦了下来。等待的时间总是有些漫长，婆婆一直坐立不安。小贱人，你杀了我孙子，还敢给我儿子乱扣帽子，等会警察调查回来，你就完了。这会儿他不老实的等着，还在满嘴喷粪。也是，猪被杀之前也要叫一会儿的。我要出去，我要出去！你们这是非法拘禁，信不信我把你们都告了？做了还不到10分钟，婆婆就在派出所大吵大喊起来。不知道的还以为真关了她几10个小时一样，还非法拘禁，网上学点词就开始乱用。我不屑地看着她在那发疯，毕竟真正有疯病的人可从来不是我。当我男友出现在警察局里时，他衣衫不整，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一同被带回警局的还有2个陌生的大汉，同样的衣衫不整，有点生活经验的人都大致能看懂是怎么一回事了。婆婆当场就惊叫一声：“我的儿啊，你怎么？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还能怎么回事？睾酮被抓了呗！我都要恶心坏了。一想到这样的人，我甚至怀过他的孩子，我都觉得离谱。难怪每次他做那种事，他都一脸难受，却总说是心疼我。估计要不是我这婆婆天天催着抱孙子，什么先搞大对方的肚子，就少了彩礼，我都不会怀上这个孩子。”婆婆似乎还不敢相信眼前的现实。不可能的，我儿子这么单纯，他一定是被人骗了。我点点头，30多岁快40的人了，还单纯呗？是被人绑到床上去的吗？这么大个人，谁能把他骗到上面去？还有那些照片，是别人逼他拍下来留念的呗？那个被发现的小箱子里面，密密麻麻全是他每一次事后的记录，精确到日期，连感受都清清楚楚地记录着。经过警察的审问，才知道那2个大汉都不是我男友的男友。可想而知，这下子更乱了。婆婆早就因为这件事被刺激得晕了过去。我男友见状，想去拉他妈，结果没穿好的衣服掉在了地上，一时间他也不知道是去捞他妈还是去遮自己。我是站着进去警察局，也是站着出来的。门口早已围满了吃瓜群众，甚至还有一些记者，他们一脸期待地看着我，但是并没有发生什么。但是我婆婆被抬着出去的时候，
他们眼里的光更加的明亮了。这女人真厉害，在警察局里都能把老年人气成这样，太可怕了吧？这还能出来？是不是这女的家里有什么背景关系吧？幸好我不是那老人，太惨了吧！我看着面前胡言乱语的吃瓜群众，大声说道：我前婆婆是被自己儿子刺激的，可跟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哈。她的好儿子在外面聚众搞坏，被抓了呗，我还嫌恶心呢。三言两语，风向一下子就变了。原来是这样，我说吧，那男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果然现在要理智吃瓜，谁知道后面会不会反转，还聚众，也太恶心了吧！想想我都头皮发麻，本来都有些快要醒来的婆婆，估计听到这些话，宁可自己从来没想醒过吧。我不知道男友那边究竟是怎么处理的。没多久，我收到他的电话，电话里的声音低沉，说我毁了他的生活。我不以为然地骂了回去：你算哪根葱？新闻报道我的时候，怎么就不想着毁了我的生活？别以为我不知道当时那些记者从哪来的，都是你通知的。你真以为自己藏得很好吗？现在轮到你自己了，你又觉得自己委屈了是不？狗东西，再打电话过来，信不信我再送你一套大礼包？说完，我不给他说话的机会，直接挂断了电话。再次见我男友的时候，他在我家门口被抓了，他的手里拿着一把小刀。我警惕地报了警。我甚至都能想到，我从之前的房子搬走后，他跟踪我，踩点，然后摸索上来，想伪装外卖员，诱导我开门。这些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我前婆婆找上门时，她明显憔悴了很多，没有之前的精气神，嘴巴上依旧不饶人：你个贱女人，你怎么还不去死？都是你，我儿子都是因为和你在一起才变成这样的，你还我儿子！我冷冷地看着他说道：我要是死了，你儿子估计也得给我陪葬了。看来你是想老年丧子了。前婆婆这才一愣，看到自己儿子手上戴着手铐，好似明白了什么。我知道他平时就一口嗨，看到自己儿子真的想去杀人的时候，现在就傻眼了吧？儿子，你怎么能真的去杀人？你让我以后怎么办啊？前婆婆嗷的一声，又跑到我前男友面前。我前男友抬起头，眼里尽发出凶光，他恶狠狠地看着我，咬牙切齿：你个贱人，你就应该去死！我要杀了你！他的情绪格外激动，力气也很大。警察用了好大的力气才制服住了他，但是他还是像一头疯牛，拼死挣扎。众人纷纷觉得有些奇怪，请来了精神科的医生，这才发现我前男友严重的偏执暴力，是极度危险的人群。我对这个结果倒没有什么意外的。张栋梁的前妻早已告诉了我，他和张栋梁结婚就是一场阴谋。前妻身体有残疾，张栋梁和他结婚就是骗了他的钱财，还时常殴打前妻。是我那前婆婆想要抱孙子，通着张栋梁和前妻离了婚，再加上前妻知道张栋梁有病，也不敢为自己争取，怕张栋梁报复。现在我要和前妻一起联手，将张栋梁告上法庭，让他为自己做过的所有一切受到应有的惩罚。前婆婆找过我好几次，她为了自己儿子不坐牢，四处奔波，骗婚，有精神病，杀人未遂，这几个关键词让人避之不及。小小，看在栋梁和你生活了一段时间，你们还有个孩子的份上，撤诉吧。我抬眸冷笑一声：哪来的孩子？前婆婆一哽，她憋了半晌，才挤出几个字：可是他是个好人啊。好人？谁家好人干这事？我忍不住提高声音，见我油盐不进，前婆婆装不下去了，
他指着的我鼻子怒骂：我来求你办事，你就是这个态度，你这么恶毒，以后断子绝孙，做人留一线。你这么绝情，你就不怕以后出事吗？哟，还敢恐吓我！你既然都这么说了，那我更加不能让他只吃几年牢饭了。我冷眼看着面前的死老太婆，不行，你不能那样做。我就一个儿子，我一个人前婆婆无比紧张，想要伸手拽我，将他拉扯大。你不能毁了我，不能毁了他，那毁了我就可以吗？我也是有父母的，我爸妈养大我也是很不容易的，凭什么他和他儿子就可以那样对我？人心是肉长的，连杀人这种事情他都觉得可以原谅，仅仅因为是他儿子吗？反正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毁不毁，结果不都一样？放心，你寿命长得很，不都说祸害1000年？我不耐烦地摆摆手。钱婆婆见我这个态度，失望不已。我以前还当你是个听话体贴的孩子，没想到现在你露出了本性，也不知道这死老太婆还在这发什么神经，一会儿骂我，诅咒我，一会儿又在这博同情。他儿子有病，多半是他妈遗传的，还不是你在作妖？你要是不做，不就没现在这档子事了？说白了，是你把你儿子害成那个样子。我笑了。钱婆婆一愣，她朝地上吐了一口浓痰。我呸！你个没良心的狗东西，放你妈的屁！我爱我儿子还来不及，怎么会害他？你个贱人，嘴巴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我儿子的命好苦，他就不该和你在一起，都是你害了他，你个死祸害！看吧，这就是人，明明是自己做错了事情，还想尽一切方法把责任推卸给别人。他们明明有很多路可以选，但是非要选择最极端的那条。反正都这样了，我怎么能让他好过呢？为了有更大的胜算，还为了渣男可以多判几年。我效仿渣男，找了很多媒体，没多久，什么某某男骗婚，只为聚众搞童男被揭露后踩点杀人未遂。有的虽然打了码，但是那个码跟没打的区别不大。一时间，这些都纷纷上了热搜，底下的评论基本都是一边倒。渣男也太恶心了，原来是这样的。之前我还为他打抱不平，渣男的女朋友也太可怜了吧。我在肛肠科医院上班，很多都是童，特别乱，居然还是聚众。听说得病超级多，被发现了还居然去杀前女友，真可怕！千万要判刑，别放出来害人。一时间，作为受害者的我，收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慰问。之前变相让我停职的老板，也在有意无意让我回去上班。但这个时候，我爸打来了电话：小小，你这孩子不用闹太大了，我已经表示愿意和解了。听到电话里的内容，我的火气直接蹭的上来了。你和解关我什么事？我的事要你来插手。你和我妈早就离婚了，这件事你要敢擅自帮那个渣男，我就把你儿子霸凌同学的事情大肆宣扬一下。我爸在电话里面大骂：你个不孝子，我是你爸，就算离婚了，你苏小小体内流的血也是有我一半，你个白眼狼！说完，他不等我说话，就挂断了电话。后来我一打听，那个死老太婆居然找到了我爸，然后给我爸几万块的费用，让我爸去和解，这样那个渣男就不会坐牢了。可惜，我怎么会让他们如愿？我加快进程，渣男的前妻也出庭作证，渣男有严重的家暴，并且还诈骗婚内财产。渣男气的当时就在法庭上大闹，还大喊打人，结果判得更重了。钱婆婆傻了眼，不应该的呀，我给了钱，怎么会这样呢？她看到我从门口走出来，一下子冲到我面前：你个贱人，你明明收了我的钱，说好的和解，
结果还是把我儿子送进去了。你骗我血汗钱，你不要脸！围观群众都还没有散去，听到我前婆婆这么说，纷纷围了上来。谢小姐，请问你前婆婆说的是不是真的？你真的收了钱，结果还是把人送进去了？我没有收1分钱，我从头到尾就是要把这个渣男、凶手送进去。我看向那些人，冷冷地回应着：“你骗人！”前婆婆大声吼道：“我还有收据，上面都写了你的名字，就是你收的。”她因为着急，在衣兜里掏了半天，才将皱巴巴的收据掏出来。我看了一眼，那根本不是我的字迹，是我爸的。你和我爸做了什么交易，你自己心里清楚。这个是不是我的签名，你也清楚。我接受鉴定，就看你承不承受得起了。前婆婆的脸色一白，她还是不死心。和你爸签的又怎么样？反正都是你们谢家的人，谁签不都一样？我摇摇头，嘲讽地看着她。和我爸签的，你找我爸去啊？你找我做什么？你找我爸之前就不会动脑子想我和我爸的关系吗？我除了和他有血缘关系，其他关系我可不认。对了，我还要告诉你，我爸是个无赖，你这钱怕是打了水漂喽。看到这里，那些吃瓜群众也大致看明白了什么，纷纷指指点点前婆婆。这老太婆心思挺多，难怪能养出会杀人的儿子，也不奇怪了。我听说一开始就是这个死老太婆作妖，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渣男前妻那个事，也有这老太婆一半的推波助澜，真他妈恶心！找人和解，还故意找那种人，是不知道正主在哪吗？我看她就是故意的，坏心肠。前婆婆面对这些人吐槽，她不知所措，最后落荒而逃。听说老太婆去找我爸闹了一场，我爸是个无赖，怎么会管他？争执期间，我爸把老太婆推倒，说来也巧，刚好那里有个废弃的铁箱子，就压在了老太婆腿上，老太婆的左腿直接就压断了。这件事被路过的人随手拍了下来，也上了一次小热搜。我爸再次找上了我：小小，爸最近有点困难，能把你弟弟先放你家，等风头过去了，我再接他回来。我嗤笑着，我妈就生了我一个，我哪来的弟弟？他又不是没爹妈。我爸脸色一变：小小，怎么不是你弟弟了？你阿姨她怀了2胎，没法照顾2个孩子，你听话。对了，我还要拿点钱，你给我拿10万块。我对我这个爸是一点好印象都没有，他在我很小就出轨了，所谓的抚养费那更是1分都没有。现在不知道有什么逼脸来找我要钱，还敢把那小崽子送到我跟前，是我平时对人太好，他就觉得我对畜生们也很善良，是不喽？好啊，你送过来。我爸听见这话，眼前一亮，我就知道你这孩子心最善，到时候我就天天打他，虐待他，不给他吃饭，逼他冷水洗澡。哦，对了，他不是喜欢霸凌同学吗？我眯着眼睛邪笑道：那我拿钱给他同学，天天霸凌他，路上堵他，打他。爸，你觉得怎么样呢？满意不？我爸的脸色早就变了，他早已不能冷静。你就是个魔鬼，你怎么能那样对待一个孩子呢？我告诉你，你休想对他动一根手指头，不然我饶不了你。我爸没有从我这拿到1分钱，反而被我一番话吓得灰溜溜的走了。但是我哪能放过他？本来都想不起他了，但是他差点收了那死老太婆的钱，搞什么和解？我要是再晚一点知道，这是想挽回，也是需要很大的难度。既然他给我找了麻烦，我不回报回去，怎么能体现我这个女儿迟来的孝顺呢？我爸做的那点子事，我还是知道一些。我匿名举报给他的领导，说他仗着自己是公司的财务，偷偷挪用钱，做假账。至于后来的事，
是我妈告诉我的。我妈和我说，我爸突然有天找她想要复婚，我爸的工作被人搞丢了，本来能吃到老的工作不仅没了，还给院公司赔了不少钱。毕竟不赔钱是要去坐牢的，这还是公司看在他做了很久的份上，只要钱赔够就行。他老婆一下子就跑了，当时还说他最爱的儿子其实根本不是他的，所以我爸就想到了我妈，想要来复合。但是我家不是收破烂的，我妈不同意，我也不同意。但凡他老实一点，别想有的没的，也许现在还可以和他的假儿子好好生活呢。本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但是我低估了某些人不要脸的能力。我爸居然找上了门，小小，我是你亲爸，你不能不养我。我爸将我堵在小区门口，过路的人纷纷看向我这边。这不是上次那个女的吗？这又咋了？好像妇女，这女的不养亲爸，啧。我懒得管别人在说什么，看向我爸，冷笑说道：“你不是有儿子吗？你找我做什么？找你宝贝儿子养老啊！”我一提这个，就提到了我爸的痛处。他养了别人的儿子好多年，结果最后发现是养的是一顶越来越绿的帽子。我都能想到他当时内心的有多炸裂。我爸脸色难看，小小，当初是爸不对，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你爸，法律上你必须赡养我。我点点头，还搬出法律了，大声告诉他，你和杀人未遂凶手的家里人联合起来，差点想要你女儿的命，我没把你送进去坐牢，已经是仁慈了。我爸听我这么说，慌乱地解释，我没有，我只是收了钱，说会和解，怎么可能联合起来害你呢？这话可不能乱说。我走到他旁边，拿起手机就要拍他。和解？我男友想杀我，你收钱和解，他不坐牢，等着让他杀我第二次吗？你作为我爸，你就从来没想过把我置身在危险之处，我会因为这个丢掉命吗？还是说你根本不在乎我的命，你只在乎收的几万块？我要是死了，我妈一个人该怎么办？我愤怒地呐喊，要是有把刀在手边，我真想砍了这个傻逼。我爸被我对的都不知道怎么解释，只能一个劲说自己只是收了钱，没有想让我去死的。我懒得理他，他是成年人，他明知道他的做法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我不会原谅他。我爸见说不通我，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不论他找上我几次，我绝不退让，因为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也在当地小小的有了一点流量，还收获了一些粉丝。粉丝们称我是不幸却又命大的博主，还为我机智点赞。我原来的公司因为反复的事件，老板觉得我是事儿逼，怕哪天又爆出什么炸裂热搜，劝我离了职。当然我也拿到了我相应的补偿。我靠着这些补偿开始做了直播卖衣服，也算是风生水起。没几年光景，我就在城市里扎下了根，不仅买了心仪的房子，还添置了一辆舒适的车，将母亲接到身边，共享天伦之乐，生活过得相当滋润，每天都有新的期待和收获。直到我的孩子上了幼儿园，我才从一些旧日朋友那里听说，我那曾经的前男友终于结束了牢狱生涯，重获自由。我对此并无太多波澜，但朋友们的消息还是陆续传来。据说前男友出狱后，社会早已不是他记忆中的模样。他尝试外出打工，但每当提及自己的前科，即便不是重罪，也足以让雇主们退避三舍。无奈之下，他只好带着年迈且腿脚不便的母亲回到了乡下。我记得他曾是最讨厌乡下的那个人，每次提起乡村，他总是一脸不屑，嫌弃那里的环境脏乱，人情冷漠。
如今却不得不回归这片他曾嫌弃的土地，想必心中的落差和苦闷难以言表。果然，没过多久，我就断断续续听到一些消息，说他在村里因为受不了闲言碎语，几次动手打人，连母亲都拦不住。他的母亲从最初的袒护和溺爱，到后来也变成了无奈和抱怨，说怎么生了这么个儿子，简直是家门不幸。每当听到这些，我都觉得心中一阵畅快，真是活该，善恶终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后来又有朋友告诉我，钱婆婆为了给儿子娶媳妇，不得不卖掉了家里唯一的一块地，终于有个女人愿意嫁给她。但那个女人可不是省油的灯，她每天对钱婆婆动辄打骂，还不给饭吃。前男友试图保护母亲，结果反被那女人拿菜刀剁掉了手指。这真是恶人自有恶人磨。故事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结婚前1周，男朋友因为6万6的彩礼把我举报了，我索性退钱退婚。但当我准备要回自己88万8的嫁妆和300万的婚房时，他怒了，说嫁妆和婚房是我自愿给予，不予退还，像空手套白狼。我反手把他告了。我和男友普南恋爱6年，大学毕业2年后，他向我求婚。考虑到他家庭不富裕，下面还有2个弟弟，我爸妈只让他拿18万8的彩礼。但普南还是嫌彩礼太多，说他家只能拿出4万4。我说结婚的话4万4不吉利，普南说那6万6吧，但是我需要垫付多出来的2万2。听着这讨价还价，我有些生气，却还是耐着脾气。我家随的嫁妆有88万8，外加一套300万的房子。普南搓了搓手心，嘿嘿一笑。嫁妆是你爸妈自愿给的，我家又没有问你要。再说这钱以后也都是我们的。这话让人气恼的程度堪比原子弹爆炸。我正欲发火，普南一把抱住我，他惯会撒娇卖惨，口口声声说是太喜欢我了，可自己家没钱，很苦很自卑，遇到我简直3生有幸。我上大学那会儿最吃这套。我从小泡蜜罐长大，没吃过什么苦，只能依靠电视剧想象普南生活的艰难，然后心疼他。不过这次我不会再心疼他了。我们原定于1周后结婚，可今早他竟然给他老家的镇长写举报信，举报内容是我家要的6万6彩礼太高，要求退还。我一个心梗，差点没撅过去。更离谱的是，那镇长同意了，也就是说，保证在我和普南结婚后，这6万6的彩礼就能急速退回，简直荒谬。今天中午原本是男女2家的联合家宴，共同商讨我和普南的婚事。餐桌上，普南一家眉开眼笑，尤其是他爸妈，脸上的笑纹像老太太的胳膊肘般。普南爸爸问，结婚后他大儿子能在我爸公司升成经理吗？以后他2儿子和小儿子长大了，是不是也能包工作？我越听越觉得这家人像吸血的蜱虫。看着爸妈皱着眉忍着，我冷静起身说不能。然后他们傻眼了。普南没那个本事，够不上经理职位，而且他也没本事进我家大门。余光中，普南笑嘻嘻的脸迅速拉了下来，他起身摁住我的肩膀，企图把我压回座位上。婉婉，你说什么胡话呢？我爸妈相视一眼，问我打算怎么做，把普南家给的4万4的彩礼退还回去。话落，整个包厢人的脸色都沉了下去，可不都脸黑吗？我爸妈可不知道，他们要求的18万8的彩礼缩水成了4万4，而普南爸妈
也一直让我瞒着他们只给4.4万彩礼的事。至于普南，他脸色由阴转晴。婉婉，你真要退还彩礼？我展开右手，欣赏自己镶满钻的美甲。当然，不仅如此，我还要退婚呢。包厢里风过流声，普南爸妈当即爆发：我们不同意你退婚！我一脚踢远身后的椅子，语气还是平静：谁管你们同不同意？普南伸手想要抓我，我捞起餐桌上的红酒瓶砸他脚下，巨大的爆裂声迅速招来服务人员。不消片刻，酒店经理和几个安保也赶来了。我道：张经理，今晚的账记在这位叫普南的先生头上，他有钱，整整4.4万呢。安保人员护送我和我爸妈离开，身后传来普南一家骂骂咧咧的叫喊。我爸妈对我退婚一事没有异议。出了酒店，我让他们先行回家，独自一人又返回酒店，坐在大堂的沙发上，把一早拟好的退还嫁妆协议电子版发给普南。没多久，旁边的沙发上多了一个人，递给我一沓文件纸。我以为你说要退婚是逗我玩呢。来人是东腾娱乐的 CEO 商寻，也是他告诉我普南向镇长举报彩礼的事情。我翻着手里关于普南收受他人好处费的明细。你当我是盐做的吗？商寻接过服务人员拿来的纯净水，拧半开后放在我的左手边。你不是糖水做的吗？这是什么油腻发言？我瞥向商寻，嫌弃道：你明天不如找个电子厂拧1个月螺丝吧。商寻点点头，我会仔细考虑你的建议。紧接着抬头看见普南一家已经下来了，见到我，普南立刻冲过来把我扯起来：池君婉，你退了彩礼，为什么还要回嫁妆？普南手劲大得很，我吃痛地踹他一脚，后者没撒手，但很快被商寻一把揪住衣领推在地上。普南妈妈见状迅速涌上来，跪在地上扯着嗓子大哭大号，说我们欺负老实人了。保安很快赶来拖起普南妈妈，后者不知道从哪里顺来了一把水果刀，架在自己脖子上不让人碰。你们是要逼死老婆子我呀？我摆摆手让保安松手，拿起手机报了警。既然婚都退了，彩礼也退了，我的嫁妆你们当然也要还回来才是。我重新坐回沙发上，细细摩挲身上的超级礼服，刚刚被普南一扯，衣袖上的3颗珍珠不知道掉哪里去了。难道你还想空手套白狼？普南起身恶狠狠道：我凭什么还？我问了我们镇长，你的嫁妆是自愿赠予我的，我不需要归还。真是小刀拉屁股，属实开眼了。而这还不是最让我开眼的。普南信誓旦旦道：池君婉，你不应该退婚，否则我就去法院告你。和普南在一起的5年，我从来没有发现他竟然是这么无赖的人，伪装得真好。我不再搭理普南，但后者母亲嚎叫得愈发大声：哎呀呀，我的儿呀，你怎么这么命苦？大家快来看呐，这个女人欺骗我儿的感情。围观群众越来越多，商寻提醒我：君婉，你们自家酒店吵吵嚷嚷，影响可不太好。我看向撒泼打滚的普南妈妈和越来越多指指点点的人，无奈只好走上前：阿姨，这里不是你们镇上的菜市场，扰乱公共秩序是违法行为。什么违法？我不知道什么法，你快赔我儿子钱，不然我死给你看。我都要被气笑了，感情把我当成 TM 机了，张口闭口就是让我吐钱。我胃部一阵恶心，好在警察很快赶来，普南妈妈迅速转换人进行控诉。一番了解原因，我从警察脸上看到了无语。我的律师也赶了过来，
要求普南3日内退还我的嫁妆，否则会依法提起诉讼。律师说完，转身问我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我指了指衣袖，对着普南摊开手，露出商寻找到的3颗珍珠。沈笑，扯坏了，8万呢，记得赔哦。普南一脸恼羞成怒，夺过他妈妈手里的刀就要朝我脸上刺。2个警察立刻压制住普南。我接着道：还有翡翠湾那个公寓，我给你1天时间收拾好你的垃圾。普南被警察带走教育，他爸妈自然不敢久留，忙不迭追上警察说好话。我绷了1天的神经，此刻彻底得到疏解。拿起商寻送来的资料，我朝人挥挥手，谢了，改天请你吃饭。商寻送我坐上车，点点头算作回应，关上车门前开口道：有事依旧随叫，今晚好好休息。我淡淡嗯了一声，车门彻底关严，揉了揉眉心，我长舒一口气，不由得想起和普南的初识。我和普南是大一军训的时候认识的，当时我生理期提前，战军之后的劳累完全掩盖了大姨妈到来的预警。直到有人提醒我，我的军绿色裤子上映着一大片褐色，那人就是普南。这么尴尬的事情被一个男生看到，我是有些羞耻的。但普南似乎没多想，脱下自己的军训服上衣，围系在我的腰间。他靠近的时候，没有寻常男生的汗臭味，而是清新的柠檬气味。他说他叫普南，我评价好怪的名字，普南。普南，因为一衣遮羞之恩，我对普南的关注比其他人要高。后来军训结束，我和普南正式在一起了。也就是那时候，我得知普南的家境不好，1个月500生活费的生活费能省就省。我有意无意想要接济他，1日3餐我付钱，进口水果和零食送着，我还每周都给他买礼物，球鞋、限量耳机、电脑、手表。我想起来和普南吵过最凶一次的架，竟然是因为一杯星巴克的咖啡，48块钱的咖啡。他说这是他兼职1天的工资，批评我太奢侈了。我说这是我用自己的钱买的，但普南还是不乐意，让我不要当拜金女。我怒了，这怎么就叫拜金了？你的钱不也是你爸爸给的吗？这不算拜金。我无语，他给我花的每1分钱都记在手机备忘录里，却能理所当然地花着我的钱。这样的人，当时简直脑子被浓硫酸腐蚀了，才一心一意要和他在一起。如今分了，我也算亡羊补牢了。只是我没想到，普南的下头行为简直到达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普南虽然是正儿八经通过层层面试筛选进入我家公司上班的，但2年过去了，他现在的职位还是营销部主管，仅仅是一个主管而已，他却收取了不少公司客户的好处费，其中理由不言而喻，无非是大肆宣传他是我男朋友，持家未来驸马爷一系列说辞。而商寻给我的这份资料，证明他用这种理由暗示公司员工上赶着讨好他的事迹，竟然是从他到公司实习的第1天就开始了。贪婪如斯，这样的小恩小惠举报了还不够浪费司法资源。我看向车窗外，手机嗡嗡一阵震动。迟君晚，这是你逼我的，嫁妆我1分钱都不会退。就算你告我没有用，你是自愿赠与，法官不会把钱判给你。我警告你，不要不知好歹，自取其辱。普南的短信3连扣，看样子刚才警察是没把他教育舒服。我不再理会他，把普南一家人的电话、微信拉黑完再删除，然后通知人事部解雇普南。岂料我第2天精神抖擞地去上班，
却发现全公司员工看我投来异样的眼光。很快，我在公司大群里找到了答案，一条标题为豪门千金公共场合逼老人自杀，原因竟是一件衣服被扯坏的社会新闻被发在了公司全员群里。看来普南那边一晚上也没闲着。我点开看了看，人们一贯的仇富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使得内容的讨论度在短时间里直线飙升。真实事实的发展已经被恶意剪辑的稀碎。总结下来，故事的发展是：我因为被扯坏衣服，不仅打人，还让老人赔偿8万高价。老人赔不起，倒在地上哭。我坐在沙发上，要求律师提起诉讼，又找保安轰赶老人。老人不走，我上前蹲下，紧接着镜头卡顿。老人手里握着水果刀架在脖子上，嘴里哭诉：“你要我死！”我皱着眉，耐住性子听完最后一句话，清脆的女音：“我不知道什么法。”原本是普南妈妈说的，我不知道什么法，变音后成为了我说的。完美的把我塑造成了想要逼死年迈老人的傲慢法盲大小姐。小姐姐，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我一个搞自媒体的朋友说这个视频被人恶剪了，我无所谓笑笑，随即在群里回复：未经允许，上传视频的时候记得打码，肖像权你们懂的。没过几分钟，热议的帖子已经被搬上热搜榜了。我打了个电话，又过了3分钟，各大社交平台关于我的帖子全部销声匿迹。商询微信随之蹦出来：神器呀，君晚，你这讨论热度比我公司流量明星热度都高，真是让人嫉妒。给你炸掉，炸掉，统统炸掉！帮忙撤热搜就撤热搜，变招法的阴阳怪气，什么毛病？我回了商询一句：欠你人情，下次请你吃饭后拿起电脑准备召开部门会议。刚出门就撞见抱着牛皮纸箱一脸怒气的普南。狭路相逢火药盛，几十个员工立刻从工位上探出半颗头。普南，我本来以为你是性格问题，现在发现你是人性有问题。普南舔着牙齿转过身，迅速看了一眼身后，压着声音道：迟君晚，你不就仗着家世好吗？没有你爹，你算什么东西？我会看上你。我点点头，感谢我老爹，感谢他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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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钱。普南表情一致，像是没想到我会顺着他的讽刺。他继续输出：我告诉你，除了我，以后没人再敢娶你。我嗯了一声，建议你以后娶凤凰。我看猴子一样看普南，他似乎很想激怒我。6年，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在一起6年，所以我说我和你睡了，他们也信，那太可悲了。我连你是辣椒还是保温杯都不知道，不过现在确定了，应该是蚯蚓吧。普南压制着怒气，最终把纸箱一把摔出，突然大吼起来：迟君晚，是你先背叛我们的爱情！他吼着退回员工工作区域，眼泪唰地流下来了。我和你在一起整整6年，对你无微不至的关怀，你怎么能心安理得地接受我照顾，拿了我家彩礼的同时出轨呢？我妈妈昨晚只是关心你，可你呢，竟然给他刀让他自杀。我有些惊讶于普南的口技，后学聪明了，知道颠倒黑白造谣了。他继续进行发疯表演。我知道我家境不好，可我也有在好好工作。可你呢？明明哪里都不如我，却靠迟总上位。这话我怎么这么不爱听呢？讲道理，虽然我能当市场部经理，其中原因不乏我爸的照顾，但我好歹也是工商管理系的高材生，专业课不仅每次第1，大学奖学金也连拿3年。
更何况我1年前还是主管时，我带队在同行业竞争中一骑绝尘，拉开竞争对手整整4000万收益。而普南，他在我们班的成绩只能算比平庸好一点。我知道你有钱，花钱大手大脚，酒吧夜店不少去，玩得花生活乱，但总不能因为我洁身自好就故意针对我吧？我捞起高跟鞋朝普南砸了过去，保安这时候才姗姗来迟，把普南请出公司，擦身而过间，普南低声恶狠狠道：“吃君晚，走着瞧。”当天中午，某短视频软件一个新用户发布的一则千万不要和豪门千金谈恋爱恋爱记录视频爆火起来。视频是行政小妹转发给我的。该视频发布者生动形象地讲述了他与自己的豪门女友恋爱5年的甜蜜时光，却在最后潸然泪下，含泪真诚告别爱人。评论区有人以为是豪门女友去世了，发布者回复：“不是，我女友是万人迷，她去酒吧夜店有好多人搭讪，玩得花没边界。最近女友有了新男友，就和我退婚了。只是她不退彩礼，还因为我妈不小心弄坏她衣服，逼我妈去死。我就知道自己不能爱她了。”随后网友纷纷安慰视频发布者遇人不淑，又赞美他心胸开阔，顺带诅咒豪门千金一夜破产，沦落街边乞讨。又过了一会儿，有网友把视频发布者的评论回复与早上的头条新闻结合起来，推测视频发布者豪门女友身份就是那个傲慢法盲大小姐。视频发布者在第一个推测成功的评论上点了赞，此行为立刻激起千层石万层浪，几大短视频平台营销号顿时大规模扩散这段令人唏嘘的恋爱，而那些粉丝量庞大的营销号直接把我的豪门出身改成了在酒吧夜店靠交际发家来博人眼球。2个小时后，我的各个社交账号均被扒出晒在社交平台上，更有甚者，有网友说扒到了我的手机号有长出。我爸把电话打过来时，我才意识到事情已经到了爆炸的程度。我爸那边的声音很严肃：“看看你找的是什么人渣，把手机拿远了些。”我听见我妈骂我爸的声音，而后他在说话，声音就缓和许多。普家那小子都敢欺负到我宝贝女儿头上了。我坐在旋转椅上一圈一圈转悠，手指敲着手机壳。那你还不赶紧欺负回去？我爸啐了一口，看老爹我怎么给你撑腰，以后找男人的标准就照这样来。我爸今天是有个发布会要开的，同商巡一同出席，地点就在东腾娱乐，现场直播。我立刻开车去了东腾娱乐，普南的把戏也就在吃瓜网友那里拿得出手了。在金融圈根本没有人在乎。东腾娱乐的前台接待认得我，询问我去向后，把我带去发布会现场，还给我在前排添了一把椅子。听完我爸和商巡的蓝图和商业互吹后，到达记者提问环节，我爸简单回复了几句，眼睛瞟到了我。目前的计划就是这样，下面池某想占用桂媒的部分资源，聊一下私事可以吗？报道商业大佬的私事，这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得到同意，我爸便在媒体面前骂了起来，骂普南，骂现在的营销号，骂没脑子的网友，骂商巡。商巡表示很无辜。我爸道：“你们搞娱乐传媒的心都忒脏。”而后我爸喊我上去，把话筒递给我。我打开手机相册，翻出早上和中午保存的2个视频，对准镜头：“普先生，针对你的诽谤行为，我只能送你一个词：邪不压正。”
东腾娱乐的新媒体部门办事效率很快，我爸和我最后的发言被剪辑出来，被东腾娱乐官网放在各大媒体上发布。此外，东腾娱乐名下的营销号也纷纷出动转发。与此同时，我家公司官网贴出对已解雇员工普南的追责声明、酒店录像和普南的那封彩礼举报信，风波逆转。不过此事的后续我没怎么关注，毕竟这种吃瓜网友是风吹两边倒的，他们现在肯定已经以我的名义行侠仗义了。商寻倒是主动给我提起一嘴，说网友看到66000彩礼举报信和普南拒不归还高额嫁妆后，对普南的视频账号发起了潮水般的进攻。不过说起我的高额嫁妆，那几百万的房子一直记在我名下，户主是我收回很容易，就是那88.8万的现金拿回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而且我直觉告诉我，普南爸妈已经把钱花了。后来果真如我所料，普南一家把88.8万花得一干二净。他们拿着那笔钱，在镇上给普南的2个弟弟分别盖了双层新房，还购置了一辆汽车与摩托3轮车。当得知我把普南告了后，老两口日日天不亮，拖着孩子跑到我公司楼下拉横幅哭。他们哭他们的，等到了上班时间，我就先让保安送4杯水和4份早餐过去，然后报警。如此3天后，第4天，普南爸妈带着他们亲戚来了，7大姑8大姨6大叔9大舅的，乌压压一片聚集在公司门口。我爸气得半死，差点顺了那群人的本意拿钱消灾，但一想到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白给他们挥霍，就任由他们磨破嘴皮子也不给。他的办公室虽在公司大门正上方，却有33层高，反正听不见，眼不见心不烦。可我不行，我在2层。他们闹腾起来后，我在楼上听得一清二楚。妇女们嘴皮子耍得厉害，脏字一个一个往外蹦，跟报菜名似的。男人们嗓门吼得极大，警察一来，直接躺地上大喊：“警察打人了！”有点文化的，连为虎作伥这个词都用在了执法的警察身上。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这群人一闹，扰乱公共秩序不说，对我家公司形象也不好。我只得亲自下楼和他们交涉。普南的爸妈只想让我饶过普南这一次，说他们镇就出他儿子一个大学生，有出息。而他的亲戚们一个个愤怒的，仿佛我杀了他们自己的亲生儿子似的，张口闭口就是赔偿，嘴巴一张，牙齿一开一闭，100万、300万、1000万都不在话下。我问他们，假如我真拿出来了100万、300万、1000万，你们打算把这笔钱给谁呢？是给普南爸妈，还是你们私自分了？男人们和女人们不说话了。我沈笑，各位叔叔阿姨们，你们来之前搞清楚，现在是普南家欠我钱，笼统讲，我是债主。男人们和女人们相视一眼，我假装顿悟般，哦，我知道了，叔叔阿姨们是想做好事替普南还钱吧？我立刻走上前，打开手机计算机，来，排队，一个一个来，我数多少人，88.8万，能不能平均分？啧，一个人竟然还能分98667。我亮出支付宝收款码，送到一群人眼前。男人们和女人们立刻狂退数十步，一个个蹲在花坛上不出声，数头顶有多少云彩了。我抱臂环胸，纳闷道：离我这么远干嘛？是觉得我不亲民吗？普南的亲戚当起鸵鸟来，很像那么回事。我给他们一人点了杯咖啡，
刚才说这么长时间话，一定口渴了吧？来来来，喝点饮料润润嗓。一群人不知道接不接，我干脆强硬塞他们手里，你们慢慢喝，我先上楼了，下班再继续聊还钱的事情哈。说完，不顾他们什么反应，我慢条斯理回公司继续上班了。等到下午下班时分，公司门口安静了不少，普南家的亲戚们再不见一个，想来是害怕我真在找他们要钱，一个个都回家了。而普南爸妈一如往常举着横幅控诉我忘恩负义，欺负老实人，让我还他们儿子。与往常不同的是，这次他们举横幅的劲头十分高涨，因为有人在他们身边开启了直播，并且告诉他们只要喊得卖力，就有人刷礼物，礼物可以兑换成钱。我不知道开直播的人是从哪里来的勇气，敢拦下一看就不好惹的我。家人们，哥们刚刚拦下了咱们的女主角呀，家人们。这样啊，嘉年华刷一波，哥们去找他谈谈。主播是一个胖乎乎的男人，个头还没有我高，梳着油光发亮的大背头。他拦下我后，一点也不礼貌地直奔主题：豪门小姐姐，豪门小姐姐，说说你和你前夫的事情吧。哎呀，看镜头，看镜头啊！他把普南爸妈也叫到镜头前，在镜头外小声提醒他们，让他们大声哭。我正了正主播油腻腻的手：这位先生，请你放手。主播攥得更紧了，甚至还让旁边的助理攥着我另一只胳膊。家人们，关注和礼物走一波呀！谢谢榜一大哥的嘉年华，谢谢。我看着手机花花绿绿的特效，倍感不适，请立刻松手，否则我就报警了。报什么警？哥哥又不吃了你，找你聊聊天不行吗？我抬头扫了一眼公司大门，喊保安过来。主播立刻上手捂住我的嘴：不是小妹妹，你是不是玩不起？就跟你聊聊天，至于吗？还喊保安？你这样的我又看不上，嘿嘿。我喜欢屁股翘胸大腿长的。眼见保安拿着前置工具赶来，主播立刻松开手，一把将我推出镜头外。我嘴唇一口咸腥，泄愤地把主播的直播工具踢翻。主播立刻变脸，推了一把普南妈妈：你不是天天喊着要钱吗？他都在你眼前了，还不快点抱着他大腿，别让他跑了。普南妈妈当真听了主播的话，抱住了我的腿开始哭：儿媳妇啊，老婆子求求你，你给警察求求情，把我儿子放出来吧。普南妈妈要我找警察放了他儿子，可普南根本没有被警察带走啊。我只是提起自诉，自行收集完证据后，后续皆交由我的律师办理了。而自打普南离职后，我是一次都没有见到他。你儿子涉嫌犯罪，畏罪躲起来了，找我没用。可普南妈妈怎么可能听我的话？她固执地认为我告了他儿子，她联系不到儿子，就是因为我已经把人送警察局关起来了。我看向保安叔：帮忙呗，把他拉走。你也好早下班，好不容易挣脱束缚，我马不停蹄跑了。坐上车，从后视镜看，主播再次架起来直播工具，普南爸妈又开始凄凄惨惨起来。收回目光，趁绿灯还余9秒，我立刻脚踩油门，准备冲过去。余光中，左侧横行道突然窜出来一辆汽车，干脆利落地拦腰撞了上来。巨大的冲击力使汽车旋转起来，撞上旁侧的护栏上。好在车子性能好，我只感觉自己右胳膊抬起来，费事可能是骨折了，和脑子不太清明。车前盖冒着浓烟，我踹开变形的车门，爬出汽车。十字路口喧闹无比，撞我车的人已经下车朝我走来。我认出来那是普南。
邋里邋遢的普南。普南几步跑向我，揪起我的头发就往护栏上摔我的头，嘴里骂着死婊子，死婊子！你们家特么这么有钱，还在乎给我的那点嫁妆吗？围观群众立刻冲上来阻拦普南，我则用左手环住普南的脖子，也往护栏上砸。被人拉开后，交警也赶来了。这位先生，快住手！恶意伤害他人是违法行为。普南挣脱群众的钳制，大吼自己没有错，我是正当防卫，我是正当防卫。这个女人先对不起我的，而且你看她什么事都没有。听了这话，我立刻抹了把脸上的血，下一刻晕倒在群众怀里。交警将普南重新摁倒在地上，先送那位女士去医院。我施施然由人抬上交警的车送往医院，而普南则被带去公安局接受调查。我在医院静养期间，我爸带着律师和警方的人来过几次。普南的故意伤害行为已经得到认定。后来商巡也来了一次，告诉我普南就诽谤和侵占财产提起了反诉。商巡随手扯来椅子吊儿郎当坐着，拿起小刀削苹果。他有还脸提反诉，哈哈！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确实是厚颜无耻，人如其名。普南还真是个普南。我百无聊赖地在医院躺了1周后，坚持出院。法院那边传来消息，就普南诽谤、侵占他人财产和故意伤害同案处理，正式开庭。就诽谤一案，庭上普南依旧大言不惭，辩解自己没有诽谤我。现在哪个豪门小姐不是脏乱差？池君婉一定也不例外。我只是陈述事实。我方律师耐心提出抗议，被告人发言与本案联系无关。审判长，抗议有效，请被告方。法官大人明鉴，我说的是真的。本来我是要和这个女人结婚的，结果她突然退婚，不是知道自己不忠配不上我，还能因为什么？可我不嫌弃她。法官大人，我没嫌弃她，我想娶她。对，我还要加一条诉求，你应该把她判给我。我看着对方律师脸色越来越黑，在审判官制止普南不要再谈论与本案无关事件，又责问对方律师是否向被告人传达法庭纪律后，对方律师直接摆烂了，连带着处理后面普南侵占我嫁妆一案和故意伤害一案都极其顺畅地走程序。所以最后毫无惊喜地是我方胜诉，普南就诽谤一罪判处拘役1个月，并公开道歉；就侵占他人财产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法院责令被告退还原告嫁妆人民币888000元整。就故意伤害判处拘役3个月，诽谤罪、侵占罪和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数罪并罚中，有期徒刑收拘役。普南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罚金人民币5000元。判决生效前3日，普南上诉，2审维持原判。此事暂告一段落后，普南爸妈又来我家公司楼下闹过2次。第一次是朝我诉苦，跟我讲了许多我和普南大学恋爱那会儿的事。商巡在旁边听得脸都绿了。第2次是跪地求我，他们拿不出来那些钱，还总是处处阻止公安机关执行退赔。他们以为这样死皮赖脸着就能不还钱。我直接3顾法院，让法院强制执行。新盖的2栋房过户到我名下，一大卡车拉不完普南家的家具，我上2卡车。新汽车、摩托车和3轮车也统统拉走。
普南爸妈哀嚎的，整个镇子的人都过来看热闹，扒拉着执勤的警察裤腿和沙发腿不让搬。这件事被闹到网上，某山大佛立刻伸张正义起来，有娱乐媒体马不停蹄来镇上堵我，质问我都这么有钱了，为什么还要逼一个破败穷困的家庭偿还巨额金钱？88万8，不就是你几件上衣的价钱吗？干脆做个好人，不要了，岂不更皆大欢喜吗？我早料到会如此，干脆利落地从包里抽出一沓崭新的支票，撕下来一张，刷刷刷几笔填完。来，善良的好人，感谢你为破败穷困的家庭所做的一举。为了感恩你，我决定回去就给你建太庙。媒体们一个个骂骂咧咧，关我什么事后灰溜溜跑了。而等法院那边强制执行完，我转头把这些东西捐给了隔壁镇的红十字会，还特意邀请那群媒体报道我的善举。自此以后，普南一家再也没有来找过我。半年后，我跟我爸提出自己要去国外读 MBA 的计划。我爸妈没有其他孩子，家里的公司我是有野心继承的。又2个月后，我申请到了去商学院的就读资格。离开时，商巡来送我，一路扭扭捏捏的像个小姑娘。登机前，他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我告诉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成为富婆。他骂我没良心，你现在也是富婆。我就揶揄他，自己成为富婆第一件事情就是包养一个又白又帅的男人。商巡抿着唇不说话，我从商巡手里用力拽过行李箱，赶着安检的最后1分钟，认真道：所以又白又帅的商先生，乖乖等着富婆学成归来后，用8抬大轿迎娶你啊！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